姐妹们是不是远嫁的话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早上呢，我起的真是有点早，凌晨4点我就起来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最近吧，想的东西有点多，睡不着。然后呢，现在呢已经7点多了，他们爷仨呢还没醒。我呢就是在这录个视频，想让大家给我出个主意。大家都知道，明年呢安佑佑就4岁了。按照韩国这边的规定呢，他们4岁呢就可以读这个幼儿园了。他们现在读的呢是托儿所。韩国这边的幼儿园呢是分为政府支援和非政府支援的。政府支援的话呢，就是普通的，包括公立的和私立的幼儿园呢，他们都有这个政府支援。就是我们不需要花1分钱的学费，把他们送到这个幼儿园里面去。他们政府支援大概有个1-2千人民币吧。韩国的这个普通的幼儿园呢，也就是1-2千人民币，包括私立和公立的都是一样的啊。那韩国呢还有一种的就是非政府支援的。妈呀，他俩就醒了。我呢想送安佑佑去英语幼儿园。英语幼儿园呢，其实它不叫英语幼儿园，应该叫英语培训班。为什么叫英语培训班呢？因为在韩国英语幼儿园是办不下来营业执照的，所以呢他们就只能以培训班的方式去开这个英语幼儿园。他们一般的那种的公立和私立的幼儿园呢，就是学习的呢，就是1周只有2次的英语课，还有其他的一些课。但是呢，像英语幼儿园呢，它分为好几种，有全天都是英语的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1周学习1天学习2个小时的。那我呢是想先把安佑佑送到1天学习2个小时的英语幼儿园，然后呢，等到他们再大一点，再送到一个这种的全天学习英语的幼儿园。但是呢，这个英语幼儿园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韩国政府是不支援的，就是所有的这个全款呢，只能自己去支付。那他们，来啦，怎么了？来给妈妈说，给妈妈说，你想不想学英语？想学啊？你说想不想学英语？你说想学？想学啊？妈妈出来了啊，不出来声音啊？你想学英语啊，儿子？想学。妈妈出想学。哎呦，你看这个大鼻子。我呢想让安佑佑早一点接触外语，不要像我一样学习外语那么晚，初中才开始学外语。就是像我一样学外语真的很吃力，就再怎么学也学不好。其实我之前是查了很多文献的哈，就包括他们语言学家的一些文献，就说如果孩子在7岁之前能接触第2外语，他们的发音以及就是他们的一些听力啊，还有什么会和这个母语者是差不多的。所以呢，我就下定决心想把他们送到英语幼儿园。但是呢，这个还需要给我老公还有我婆婆商量一下。欧巴，怎么了？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啊？咱不是去看安佑佑看了好几个幼儿园了吗？然后你觉得送哪一个比较好？送哪一个？他们现在普通的幼儿园也被录取了，然后英语幼儿园也被录取了，对吧？然后那答案就出来嘛。什么？普通的？为什么送普通的？免费。你这脑子怎么了？就是因为免费所以才送他们去。而且节目也不错呀。不是节目，而且又是国家管理嘛，那吃的也不用担心啊。但是我想送他们去英语幼儿园。一个孩子多少钱你知道吧？知道吧。我们是2个孩子2倍啊。对。但是你这样的赚的不够也变累嘛，不是？Nice。但是你看，像我一样，然后学外语的时候，咱俩都学外语。学外语的时候，你累不累？不累。我学外语的时候很累。英语呀，
你到现在1个月还不带还。早点开始，晚一点开始，以后呢，到点都是一样的。不一样，谁说一样的？谁说不一样的？不一样。你想一想，在美国生活6个月和在韩国学习10年，谁进步快啊？谁进步更好啊？你自己想一想啊！你想一想，我现在这个说韩语说的再怎么学，也没你们母语者说的好，对不对？我都在韩国生活了10年。你从来没有学过吗？啊，对，我都是自己学的。对啊，家里花钱的地方也很多了，包括阿姨的费啊，还有那个你那个什么个人孩子的那个个人教授，个人是教授的老师吧？啊。教师习惯了。啊。还有个人什么老师啊？个人什么老师？英语老师、韩语老师吗？啊，英语老师、汉语老师。这么多，你这点你花了多少钱？还有，然后以后孩子也得学习什么跆拳道呀什么的。哎妈，这俩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吞金兽啊，你知道吧？中国有一句就是说生一个孩子就是吞金兽啊。所以这么早去幼儿园，那咱们家这1个月那得开支好几百万，对吧？我大概算的是300多万了，开个玩笑嘛。他们俩的费用啊，去英语托儿所300多万呀1个月。而且我的博士也还没结束。不是你博士没结束，跟这有啥关系啊？就你不能挣钱呗？最近我发现你每天晚上睡觉都很晚呢，我早上也不敢叫你起床。所以去公立幼儿园也有英语课。不是他们1周只有2节课，你不能因为挣不了钱，所以就耽误了孩子的前途和人生。前途人生，不早学习英语也没有啊。你问问啊，你想不想去学英语？西安娜想不想学英语？你也别说，西安娜，你想不想学英语？大家听到了吧？刚才呢，安悠的爸爸呢不太支持我送安悠悠去自费的英语幼儿园。其实呢，我也有点犹豫，确实呢，是2个，所以呢，2个孩子负担确实是有点重。但是呢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做妈妈的呢就尽量做到公平。说的呢也确实是有道理，因为什么呢？就是这样的支出呢，不是1个月2个月就完事儿了，这一下子呢就是3年。他现在呢，因为这个博士要毕业，他应该还得有个1-2年才能毕业吧。家里呢现在就我一个人挣钱，其实我们家平时支出呢确实也挺多的啊，包括阿姨呀，还有这个日常的生活支出呀，还有就是安悠的这个家教老师呀，就是负担都是在我一个人身上。他呢就是担心我太累了。哎，说实话，其实呢我也是有一点点的犹豫，确实是我家2孩子呢负担比较重。那做妈妈的呢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做妈妈的呢，我就只能做到尽量公平。不过呢，我觉得欧巴说的也确实是有道理。而且呢，对于他们上英语幼儿园的这种支出呢，不是1个月2个月，而是一连好几年。其实博士呢很难毕业，而且欧巴读的专业呢还比较难，因为他是属于跨专业嘛。现在就是他的那个博士论文呢，我说实话也挺难的，是研究半导体政策方向的。所以呢，我也能感觉出来他的压力呢也很大。上次我发了一个视频，然后呢，很多人都说他最近瘦了很多，也憔悴了很多。他现在每天除了看孩子做家务以外，剩下的时间呢都会泡在他的书房里头。他的焦虑呢也是正常的。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再穷不能穷教育。就我个人而言呢，我觉得我再苦再累都不能穷孩子的教育。韩国家长呢也是像咱中国家长一样，对孩子的教育呢也这个非常重视啊。有一个研究就表示，在韩国养一个孩子相当于他人均 GDP 的7.2倍。咱们中国的养孩子，他的这个支出呢是人均 GDP 的6.9倍。
韩国的小朋友呢，他们的这个培训班也非常疯狂。基本上，如果要是说，在托儿所的时候不送他们去英语幼儿园的话，他们不是说学不好哈，但是呢，他们以后很多时间呢都会被其他的科目所这个占了。像他们学跆拳道啊，学剑道啊，学画画呀，学美术呀，学音乐等等等等的，现在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学习英语了。那在韩国呢，他们英语呢也算是一个主科啊，像咱们中国一样，算是一个主科。他们高考的时候呢是需要去考这个英语的。我是想就是让他们沉浸式的去学习英语，然后呢自然的去习得这门语言，而不是说像我一样后来很艰难的去学习这门语言。我自己一个人在国外，我和安悠悠爸爸意见不统一，也没有个可以商量的人，也不知道能找谁商量。不过呢，我和我爸是一家人，我觉得安悠悠上学这件大事上呢，我们的意见还是要统一的。一家人的力量呢，要往一个方向去使劲。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好了，今天先说这么多。安悠悠呢已经起床了，我得赶紧去做饭了，一会儿呢还得去学校上课。拜拜。